遇到火灾怎么办？森林动物们问 Coco。快跑，用湿毛巾捂住嘴巴，弯腰跑到安全地方，大声呼救。小刺猬 Coco 的消防安全课。小刺猬 Coco 住在森林里的地下洞穴中。秋天到了， Coco 每天出门收集松果，准备过冬。今天 Coco 在森林里寻找食物，在落叶下，他发现了一个银色打火机。好奇的 Coco 按了一下，突然冒出橙红色火苗，小火苗像跳舞一样。哇，真漂亮啊！ Coco 兴奋地说。秋风一吹，火苗变大了，一片干叶子飘过来，瞬间燃烧。 Coco 惊叫：救命啊！ Coco 被火光吓坏了，赶紧扔掉打火机。猫头鹰爷爷飞过，扑灭了火，说：小家伙没事吧？猫头鹰爷爷严肃地说：火很危险，不能玩，火会烧伤动物，还会点燃整个森林。我的洞穴会被烧掉吗？ Coco 担心地问。猫头鹰爷爷安慰他：只要不玩火就安全。第二天 Coco 经过兔子家，好香的蜡烛呀，烛光好美，我想摸摸。 Coco 伸出小爪子，突然风吹进来，火苗变大。 Coco 喊：好大的火！ Coco 快退开！兔妈妈用杯子盖住蜡烛。蜡烛很危险，小朋友不能碰。遇到火灾怎么办？森林动物们问 Coco。快跑，用湿毛巾捂住嘴巴，弯腰跑到安全地方，大声呼救。 Coco 向大家演示逃生动作。小田鼠想玩火柴， Coco 说：不行，危险，火会烧伤我们的。 Coco 劝说。小田鼠乖乖交给大人。冬天到了，我的洞穴很安全。 Coco 开心地说：雪花真美，我要睡觉了。 Coco 打着哈欠。从此 Coco 成了安全宣传员。小朋友们，火苗再小也危险，打火机、火柴别沾边，安全成长最聪明。小松鼠的好奇心。果果的树洞里已经塞满了松果、彩色石头和羽毛，但果果总觉得还少点什么。果果今天要去森林里找新宝贝了。果果蹦蹦跳跳地来到森林边缘，突然闻到一阵香味。咦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哇，好多新宝贝，这个会发光，一定是特别珍贵的宝贝。果果停下，那是打火机，里面有火，会烫伤你的。可是它好漂亮啊！漂亮的东西不一定安全哦。来，妈妈教你怎么分辨，什么能收集，什么不能碰。看这个，这是药瓶，人类生病时吃的药丸，对我们小动物来说是毒药。妈妈，这个瓶子可以装我的松果吗？玻璃制品容易破碎，会割伤我们的小爪子。记住，所有闪闪发光、有刺鼻味道的东西都要远离。这是电池，里面有化学物质。这是香烟，有毒塑料袋会让我们窒息。原来这么多东西都不能碰啊！那我应该收集什么呢？别难过，大自然的东西最安全。你看那里有掉落的松果，漂亮的石头，还有干净的羽毛。妈妈，这个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这是大自然送给你的礼物。这片叶子像个小手掌，把它带回家吧，比那些危险的东西美丽多了。妈妈，如果我遇到不认识的物品，该怎么办？记住3步，先停下来想一想，闻一闻有没有刺鼻味道，观察是不是太亮或太锋利。最重要的是问问妈妈，这个东西安全吗？第二天，果果带着新学到的知识来到小溪边。这个不刺眼，没有味道，摸起来很光滑安全。果果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收集大自然的宝贝，要一起吗？
两个小伙伴在溪边找到了许多美丽的石头和贝壳。傍晚，森林里的小伙伴们都来参观果果的新收藏。哇，这些比人类的东西漂亮多了，而且都很安全哦。明天要去橡树爷爷那里，他一定知道更多安全宝贝的秘密。香樟树的落叶可以防虫，松塔能当小碗用，蒲公英的绒毛能做最柔软的床。1周后，森林里举办安全收藏展。果果不仅找到了美丽的东西，还教会大家如何安全地探索世界。从此，森林里多了个新规矩，每个小动物发现不认识的东西时，都会先问这个像果果说的危险物品吗？就连最调皮的猴子也学会了先观察，再触碰。深秋的一天，果果在森林入口立了块小木牌。路过的游客看到后，主动帮忙清理了野餐区。冬天来临时，果果的树洞变成了自然博物馆。你不仅保护了自己，还保护了整个森林。果果把最后一片雪花标本放进树洞，满足地笑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好奇探索时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保持好奇心是好的，但需要学会分辨安全与危险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哪些从自然中收集的宝藏呢？第一天上学的小狮子Leo，小狮子Leo躲在妈妈怀里，不想起床。我不要去幼儿园。Leo 紧紧抓着妈妈。Leo 要学会勇敢哦。妈妈温柔地摸摸他。Leo 偷偷探出小脑袋。妈妈也会害怕吗？当然，但幼儿园有好朋友等你呢。妈妈说。Leo 看到彩色的幼儿园，眼睛亮了一下。山羊老师温和地走过来，欢迎你 Leo。Leo 害羞地躲到妈妈身后，只露出半个脑袋。你看那边有小朋友在搭积木。老师指着远处。妈妈拿出全家福。想妈妈就看这个。Leo 紧紧握着照片，妈妈亲亲他就离开了。Leo 一个人站在门口，看着其他小朋友玩。轰隆隆，外面打雷了。Leo 最怕雷声。我想妈妈。Leo 缩在墙角哭。小兔子 Buddy 蹦跳过来。你好，我叫 Buddy。你为什么哭呀？ Buddy 友善地问。我想妈妈了。Leo 抬起泪眼。我第一天也哭了，但这里很有趣。Buddy 说。又一声雷响， Leo 害怕地发抖。别怕，打雷是云朵在打哈欠。Buddy 抱住 Leo。小猴子匆匆跳过来。我们唱歌给雷公公听。小朋友们围成圈，开始唱欢快的歌。Leo 发现和朋友在一起，雷声不那么可怕了。Leo 试试勇敢狮子吼游戏。老师鼓励他。Leo 深吸气，发出响亮的。哇 ，Leo 好厉害！大家为他鼓掌。Leo 第一次在幼儿园开心地笑了。下午妈妈来接Leo时，他舍不得朋友们。明天见，我们继续搭彩虹桥。Leo 挥手。妈妈，我明天还想去幼儿园。Leo 开心地说。面对新环境紧张是正常的，勇敢不是不害怕，而是愿意尝试。小朋友们，上学是件快乐的事。采蘑菇小专家。在一片绿色的森林边，住着一只喜欢采蘑菇的小兔子豆豆。当阳光洒在森林里，豆豆拿起小篮子，蹦蹦跳跳地向森林走去。
兔爸爸在远处朝豆豆喊着：森林里有好蘑菇，也有毒蘑菇，要小心哦。豆豆来到森林中，眼前出现了五颜六色的蘑菇。红色的蘑菇像小伞，黄色的蘑菇闪闪发光，蓝色的蘑菇更是美丽的像宝石一样。豆豆兴奋地跳起来，眼睛里闪着星星。他伸出小手，一个接一个地采摘着。漂亮的蘑菇很快就装满了整个篮子。豆豆抱着篮子，开心地蹦回家去。兔妈妈看到篮子里的蘑菇，脸色变白了。妈妈急忙跑过来，把篮子里的蘑菇都扔掉。这些可是毒蘑菇，你一定要小心呀！妈妈紧紧抱住豆豆，豆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低下了头，他的眼泪像珍珠一样滚了下来。妈妈牵着豆豆的手，重新走回了森林。他们来到了大树下，妈妈指着那些颜色暗淡的蘑菇，白色的小蘑菇长在树根旁，还有些灰褐色的蘑菇。兔妈妈温柔地说：这些看起来普通的蘑菇才是安全的食物。妈妈又指向远处色彩斑斓的蘑菇，那些颜色鲜艳的大部分都是毒蘑菇，很危险。豆豆使劲儿点着头，把妈妈的话记在心里。这天之后，豆豆谨慎起来，篮子里只有那些颜色朴素的蘑菇。突然，一只小松鼠从树上跳了下来，看着鲜艳的蘑菇，眼睛发亮。小松鼠伸出爪子要去摘最红的蘑菇。小松鼠，不要摘！豆豆勇敢地跳过去。豆豆挡在小松鼠面前，认真地劝阻着：越鲜艳的蘑菇越危险。爸爸妈妈在一旁欣慰地微笑点头。豆豆决定把自己采的蘑菇分给森林里的朋友们。朋友们大家都夸豆豆是最棒的采蘑菇专家呢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的美丽，而忽略了其中的危险。只有学会辨别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我们也要像小兔子一样，学会保护自己，珍惜生命，才能过上快乐健康的生活。达达的小羽毛，清晨的阳光洒在芦苇道，金灿灿的水面闪着细碎的光。小鸭子达达摇摇摆摆地跟在妈妈身后，扑通跳进水里。它看见哥哥姐姐们的羽毛又白又亮，低头看看自己，只有蓬松的绒毛。达达着急地蹭蹭妈妈：妈妈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出羽毛呀？鸭妈妈用翅膀轻轻抱住它：别着急，宝贝，每片羽毛都需要时间慢慢长。达达开始每天练习划水，小脚蹼在水里扑腾出圆圆的水花。它学着用嘴巴梳理绒毛，可是翅膀还是毛茸茸的。池塘边的乌龟爷爷慢悠悠地晒太阳，达达跑过去：我的羽毛明天能长出来吗？乌龟爷爷笑了：孩子，我背上的壳长了60年呢。达达耷拉着小脑袋，低头看看自己的翅膀，绒毛还是软软的。哗啦啦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达达赶紧躲到芦苇丛下。雨停了，岸边躺着一根雪白的羽毛，被雨水洗得发亮。达达眼睛一亮，叼起羽毛插在自己背上。他开心地转圈，想给妈妈看。可是一阵风吹来，羽毛飘飘荡荡飞走了。达达呆呆地望着天空，我永远不会有自己的羽毛了。他小声说。这时，一只蝴蝶轻轻落在他的耳边。假的羽毛留不住，真的羽毛会等你呀。夜晚，达达蜷在妈妈身边，星星在头顶眨眼睛。第二天，达达觉得背上痒痒的，像有小草在轻轻挠。他扭过头呀，翅膀间冒出一小片雪白的羽毛，小心地用嘴巴碰了碰，羽毛软软的，像一朵小云。鸭妈妈游过来，眼里闪着温柔的光。看，坚持练习的小鸭子最先得到奖励哦。达达扑扇着翅膀，水珠滴滴答答落进池塘。现在他明白了，好东西要耐心等待，像春天的花苞一样，
傍晚的池塘映着彩虹，达达带着他的小羽毛游啊游，水波一圈圈荡开，羽毛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小鱼从水里跳出来，扑通溅起的水花像星星。达达的倒影里，那片小羽毛轻轻摇晃，他甜甜地笑了。原来长大是一件这么美好的事。天边的云朵变成粉色，达达和妈妈依偎在芦苇丛边，第一片羽毛暖暖的像一个小秘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学会耐心等待时，收获的不仅是成长的礼物，更是内心那份安定的喜悦。当我们能够像小鸭子一样坚持练习，不轻易放弃，美好的变化就会悄悄来到身边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像达达一样，耐心等待过一件美好的事情呢？和爸爸妈妈说说你的故事吧。